一个名字是亚罗加特的外星人呢，他声称来自一个人类尚未观测到的行星文明。他说我在使用我们最新研发的一个技术，能与遥远的行星上的智慧生物进行实时的交流。由于这个设备处于测试阶段，他说你是很幸运的一个，接收到了我的信号。在1975年，俄罗斯特异功能大师莫夫梅辛去世之后呢，俄罗斯克格勃立刻查封没收了他所有的个人日记和资料。在其日记中呢，就发现了梅辛曾在幻象中连接到了地外文明的一段聊天记录，并被解密了出来。而亚罗加特呢说，他的星球是一个叫做伊佐的行星。伊佐行星的人类呢，发展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在他们的社会中，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自然力量，通过控制时间和空间呢进行移动。他们的技术可以模拟出虚拟现实，他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无缝切换，也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创造出不同的实体。此外呢，他介绍他们的国度呢是一个极度平等的国度，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差距，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发展，谁也不会因为贫穷而被压制。他们强调友好的态度去面对外界，主张拒绝战争，拒绝侵略，友好交流，接纳外界文化。于是呢，就开启了一段遥远星球的星际访谈，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未知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呢不要太当真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俄罗斯克格勃解密的梅辛的日记中呢，梅辛就问呢，所在的宇宙存在4维或者是更高维度空间吗？而外星文明回答呢，理论上可以存在，但就目前的观察，实际存在的机会极其渺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观察不到，因为你们文明的目前的知识水平完全可以思考和观察。你们常讨论的降维思考法呢，已经足够了。就是假设一个理想的环境在你的腰部取一个2维的平面，作为被观察的2维空间。在这个2维空间里面，你的存在呢，就是你腰部的一个截面上的物质。当你稍微下蹲的时候这个2维空间的存在呢，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你的胸部的一个截面的一个物质了。那么在这个2维空间的背景下呢，如果存在3维空间，那么这个3维的物质在此2维空间内存在的形式就是一个截面而已。而当3维空间内的物质发生移动时，它在2维空间内存在就会发生变化，不仅大小会变化，其中的物质也会发生变化。关键点是，物质不是如合成或分解形式的推进而转变的，而是忽然从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是瞬间转变的。所以我直接告诉你我们所理解维度空间的原则定义吧。第一原则是，本维的物质发生移动，必然会导致降一维度的物质发生顺变。有一个情况例外呢，就是本维物质的移动方向和降一维度的物质空间完全平行。而第二原则呢，是降一维空间的物质发生移动该物质所属的本维物质的整体必然跟随移动，不可能发生无故的本维物质的撕裂。就是3维内的一个实体它的某个平面脱离，而整体的移动是不可能的。第三原则呢，是任何的维度，任何的物质的移动都必将影响其他一切的物质，使它们也发生移动。结论呢，就是如果存在4维空间那么我们至今没有观察到它的原因，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个4维空间的物质的移动方向始终和我们3维空间是平行的。所以刚才的说法就是说，观察到某个东西突然改变了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发生呢，代表着4维空间发生了与我们非平行的移动，而这一移动必然会导致其他所有物质同时发生非平行移动，所以你不可能看见单一的某个东西变了，而是整个宇宙会突然变。这也就是为什么4维空间或更高维度的存在，但是你观测不到。而梅辛又问，那我们猜想的虫洞存在吗？你们未来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地球吗？外星文明说理论上存在，但绝不可能，因为成本太高了。你们行星上的许多关于高科技文明和外星人的描述与想象太离谱了。你们把高科技文明里面的外星人都当作了神，仿佛他们挥动肢体呢就能够实现一切，随便呢就能制造跳跃空间的通道。任何事情其实都有成本的，在得到了利益没有吸引力的前提下，除了万能的神，没有任何的个体愿意这样做。以你们恒星的地球作为例子呢，单纯的制造去往你们行星的通道，消耗的能量足够把28个行星呢改造成适宜我们居住的星球了。而这个程度的能量对我们来说是困难的，但可以在我们1代的时间内得到积累和储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地球是不值得的。梅辛问，那你们获取能量的方式是什么呢？外星人说核能，但是跟你们地球上是不一样的。我们使用的是来自恒星的能量，但它的本质就是你们所知道的核能。我们是通过瓦侯玛这种设备来截取捕获恒星的能量的。
简单的解释呢，就是把点呢向四周自然辐射的能量变得更加的靠近一个方向聚拢。比如一个金属物件炸开呢，碎片向各个方向均匀发射。你拿着强磁物吸引呢，让射向你的金属碎片更多。所以这个瓦霍马制造的一个场呢，就是这样一种磁场。比如说，你可以使用这种场来捕获电子，或者是其他更小的粒子。那梅星问，你们现在完全没有能源的问题了吗？外星人说也是有的，能量的释放、消散，能量不可能凭空得到呀，得到了以后不可能凭空消散呀。无人为干预下，行星在周期内从恒星获取的能量大致稳定。我们通过人为手段额外获取了能量，导致了行星呼吸和运动方面的改变，所以必须去释放，这是取舍的问题。而我们目前最优的方法呢，就是使用来自恒星的核能。梅星又问你们最后一次战争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外星人说，根据历史记载与抗拒科学进步的阵营的一场战争。因为科学的发展导致不再有任何的资源是稀缺的，而掌握稀缺资源的阵营呢，不愿意这个状况发生。他们认为如果资源被完全的释放，他们将失去权利，他们反抗并开始了最后一次战争。那资源丰富到什么程度才能没有战争呢？外星人说，我们有一个古老的说法，用你们的话来讲呢，10个人有8份资源，大家会争夺；10个人有12份资源呢，会有人想霸占；10个人有20份资源，会有人想囤积、限制流通；而10个人有50份资源的时候，会有人想限制产出。随着资源的增加呢，人因为资源矛盾而进行的行动和暴力程度是呈下降的。但他并没有提出10个人需要多少资源才不产生矛盾。而我们也并没有经历漫长的增长过程来发现这个理论的临界点。现实是我们从10个人有50份资源的级别，突然跳到了10个人有1万份以上的资源级别。最后呢，战争呢就是因为这个跳跃而发生的。大战结束后至今我们都没有战争。当每一个人对任何东西都不缺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无限豁达，所以也就不再有战争了。那梅星问，你们的资源都那么丰富了，人人都可以拥有一样的资源，那你们靠什么来攀比呢？外星人说，也许在你们的目前的文明阶段，拥有的资源数量是普遍认知中最具价值的竞争条件，但请不要忽略生物求偶有外形、体格较深、气味、技能水平，诸如此类多种竞争方式。所以高智慧物种会考虑多个种类。当其中一个竞争方式不再有人与人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我们会自然的忽略这个方式，而聚焦在其他的方式。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自用的物品现在都是自己制造的，材料是可以无限获取的，但制造出来是怎样的，包括功能性、外观艺术性，每个人都不同。与你们不同的是所有这类物品是不被允许买卖的，可以在特定的范围内被他人使用或鉴赏，而制造出来以后不想要了就要销毁，不能转让。而梅星说，那人去世之后拥有的东西都要销毁吗？他说，根据个人意愿可以留给家族的第一代后代，但后代可以选择不接受销毁。绝大多数人会倾向使用自己生产的物品，所以很多时候都不接受遗传物，或者只选择一件或者是少数鉴赏价值高于功能性的作为留念。我们的老年人也多数选择不流传下任何物品。那梅星问，有别的星球文明来过地球吗？他说，根据我们的观测并没有。那我们经常遇到的不明飞行物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根据我们观测绝大多数是你们流传的这类现象的虚假信息，少部分是来自于你们行星上的古代文明。那梅星说，我们不是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物吗？外星人说，在地表上你是唯一的，所以意思是在地下还有。他说是的。那梅星说，他们科技那么厉害，为什么不到地面上来呢？外星人说，根据我们的观测他们无法在地表存活。在我们开始观测你们行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地下了，所以对他们的历史我们一无所知。但根据我们的推断呢，应该是遭遇了无法抵抗的行星灾难，部分迁移到了地下避难。而地表因为灾难包裹的气体彻底改变接收的辐射的改变，而使不适应生物生存的那个阶段结束之后重新孕育新的生物生态以后，仍然不适合他们的生存，所以他们依然留存在地下。那梅星问，他们的科技那么发达，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吗？外星人说，根据我们的观测地星人目前在很多领域的科技水平还不如你们。我们的推测是，受到地下资源的限制经过极长时间，他们的大部分科技已经失去了传承。另一方面地星人依靠现有的技术和资源，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比如说农业和材料科学。另外他们也拥有一些独特的科技，比如控制地下水的技术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地下环境中生存发展。我们认为他们最终会赶上地面的科技水平，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而已。而能让他们躲进地下的灾难我们相信这个程度是非常极端的一个环境，无法让生物生存的环境，至少持续了数万个你们行星年，甚至更久。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只能消耗地下的资源，所以他们现在用的飞行器是以前流传下来的。
从我们开始观察你们的行星开始啊，他们就没有制造新的能离开地下的载具了。他们被迫使用留在地下的古老的载具呢，并逐渐的改进它们，让它们能够满足使用需求。继续改进的技术使他们能够制造出新的飞行器，但是这通常很耗时的，而且受到了资源的限制，所以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制造出新的飞行器。那梅星问地心人是我们的祖先吗？外星人说并不是地心人与目前的地表生物的亲缘属性都极低。你们的部分的领袖是知道地心人存在的，并与他们正在合作，可以在暗中博弈的同时互惠互利。如果是大范围群体知晓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大群体的情绪是容易失控的。所以根据我们的观察呢，你们的种族对大群体的情绪控制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相信你们的顶层和他们呢都深知这一点。那地心人能够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梅星问。外星人说，限于环境资源人力他们无法重新研究和实验已经失去的技术，必须依赖在地表生存的智慧物种的帮助。所以在我们的观察你们行星的初期呢，他们当时是统治着地表所有形成文明潜力的智慧物种的，当时是来辅助他们的大量实验和研究，同时呢加速这些物种的智慧启蒙。当时的地心人呢也会收集各种形式的文明相关的资料，观察他们对于失去的技术和收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的研究和实验，从而更好的掌握这些技术。同时他们也开始理解了地表的文化，更好的与当地的智慧物种进行交流，好让他们来帮助地心物种完善他们的技术和文明。梅星问，行星初期的统治，你的意思是以前不单是我们人类单一一个智慧物种吗？外星人说是的，最初的时期呢，地球有16个物种有高智慧，现在只剩下1种了，而这是地心人故意为之的。首先，高智慧物种在文明初期，大型战争是催化技术发展的最快手段，是战争导致其他物种灭绝的。第二呢，当你从同类型同作用的众多工具里选了一个最好用的，你还会留着其他不好用的吗？梅星问，那地心人还有参与我们现在的战争是什么时候呢？外星人说，根据我们的记录以你们现在的纪年法，在公元22年的时候就没有参与你们的战争了，但是在幕后有控制你们的势力以及实力的均衡，以达到科学发展的最高效的目的。那地底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梅星问，和我们人类差不多吗？外星人说，他们在极深的位置我们无法观测到他们的形状。以前他们使用了不同的地表生物来作为雏形，地底人也有着类似于人类的头部、身体、四肢，但是他们的头部可能比人类小一点，而且有着一些特殊的特征，比如说耳朵、鼻子、眼睛都很小，而且他们的皮肤可能是绿色或黑色。那这不就与我们之前讲过的俄罗斯克格勃所爆出的蜥蜴人的资料非常的相似吗？难道地底人就是蜥蜴人吗？最后呢，亚鲁加特希望人类可以借鉴他们的文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宽容、更加和平的世界。他希望人类能够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科技来促进彼此的交流和理解，以及和平共荣吧。他希望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能够多元文化的社会，拥有更多的尊重、友谊、共荣。当然，目前外星人是否存在呢？我们还没有得到证实嘛。所以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和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